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是新加坡表示不想参加美国反华游戏，发生战争呢是灭顶之灾。中美关系紧张在整个亚洲都带来连锁反应。新加坡是一个非常依赖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城邦国家，更是非常的敏感。最近新加坡的2位前任外交高官表达了他们对中美冲突的担忧。如果中国和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武装冲突，新加坡的处境肯定是非常尴尬的。新加坡和美国之间有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也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能够买到 F-35 战斗机的国家。F-35 并不是一款简单的隐身战斗机而是和美国的整个作战指挥体系紧密相连。每一架 F-35 的使用都受到美国的严密控制，没有美国的授权，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 F-35 都不能升空作战。新加坡呢，地处东南亚，和中国的距离相当近，在一定程度上，新加坡可以算作是一个南海国家。至于新加坡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已经达到了很难切割的程度。所以，中美之间如果发生战争，新加坡立刻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新加坡的国家收入主要来自于马六甲海峡的航运。虽然这些年来，新加坡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科技和制造业的中心，但是因为缺乏配套的能力和内部的市场，必须要依靠中国经济的支持与合作，才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先进的城邦国家的体面。一旦中美开战，作为美国的盟国，新加坡就算不直接派兵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交火，也有同盟义务来为美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援，包括战舰的补给和飞机的起降。那新加坡就等于是参战了。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对新加坡本土进行打击，那是完全合法的。就算新加坡拒绝帮助美军，战时马六甲海峡的航运也会在第一时间中断，新加坡就会失去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不能自己生产淡水和粮食的国家，粮食可以预先储备一部分，淡水却只能从马来西亚购买。如果新加坡因为航运中断失去了财政购买力，那很快就连每天的水钱都掏不出来了，这恐怕会引发人道主义灾难。正因为如此新加坡前任副外长巴拉克里希兰认为，中美之间现在的关系让人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的大国并没有打算发动战争，而是一系列的步骤、事件、不幸和这种锁定的螺旋，导致了最后可怕的情况。新加坡的前外长杨荣文也对中美关系做了评价，他的看法倒是有点道理。杨荣文说，拜登政府地位软弱，拜登虽然击败了特朗普进入了白宫，但实际上无论在每个政坛上还是在民主党内，拜登所得到的支持都没有那么强大。因为民主党集团在内政外交上的严重失败，特朗普正在虎视眈眈，试图在2024年的大选中卷土重来，逼着民主党不得不使出非常卑劣的招数，指示联邦调查局搜查特朗普的私宅，试图扳倒特朗普，使之无法参加2024年的大选。在民主党内，拜登没有能够阻止佩洛西参访台湾，也很难阻止民主党的议员们支持台湾政策法通过。而这两件事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或即将造成的更加严重的后果，都是要拜登和他的内阁去顶雷的。总之美国国内的政治混乱会让这些政客们竞相挑衅中国，用这种行为充当自己的政绩，后果却是把中美关系赶向战争。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这么一个地位尴尬的国家，心头肯定是充满了不安与恐慌。其实这样的尴尬对于新加坡未必是坏事，借此机会反思自己的定位，摆脱美国盟国的身份，真正的站到东南亚的立场上，为东南亚的安全与繁荣考虑，或许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杨荣文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新加坡不该为台湾问题对抗中国，这不是我们的游戏，这是美国的游戏，是日本的游戏，新加坡不玩，这个认识就对了。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